大家跟上。将军，爹，没事。原来躲在这儿呢。抓活的，万将军必有重赏。妄想杀！爹，将军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想办法突围，你们坚持住！杀！躲开！师姐，爹，师姐，爹！将军，不可深入敌穴，快走啊！快走！不，我要救爹！将军，保存兵力，活着才能救将军。快走！别管我！快走啊，将军，活着才能救将军。听我命令，快走啊！拦住他们！走！走！走啊！大哥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我没事。爹呢？爹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啊？爹被魏军抓走了。什么？那这怎么办呀？我们先去找彭城王。殿下，下官愧对殿下。别说这些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在赶回码头的路上遭到魏军突袭，我爹为了保存兵力，令我们不得追赶。我去救我爹。不要冲动，你爹现在不会有事的，魏军不会轻易动沈将军。我怎么可以忍受我爹命在旦夕，我却什么都不做？那是魏军打赢，你想过后果吗？万一你……四哥，你知道我们一家人多么不容易才团聚，你也知道家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此去，无论多么凶险，希望多么渺茫，我都要一试。你是主帅，你有你的考量，但是我也有作为女儿应尽的职责。李哥，不要再劝我了，我必须要去救爹。许战，在看住离哥，绝不能让他出城。是。哎，师姐，空城，把所有的武器都给我带着。李哥，怎么了？沈将军的事情我听说了。你也要拦我？李哥，师兄同样不愿你去涉险，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去。你叫我一声师兄，就别什么事都一个人担着。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你的家人。师姐，还有我。事不宜迟，带上所有东西，走。好。
殿下，末将请战。末将愿深入魏营，解救沈将军。末将请战。殿下，沈将军劳苦功高，殿下不可置之不理啊！若是将士们寒了心，他日该如何应战？殿下，末将请战。末将愿深入魏营，解救沈将军。殿下。子敬，这一路南撤，虽然是跟百姓一起，沿路也有士兵保护，但还是要以防万一，要随时注意身边的情况。子敬，这把匕首你收好，锋利异常，用的时候千万小心。将军，进。将军，李承勋带着众副将在军医堂请愿，要去救沈将军。我去看看。李将军，快，见过少将军。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少将军。这些都是我从营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勇士，他们都愿意随我在深夜突袭魏营，直取万景社的狗头，救出老将军，断了魏军的威胁。请将军向殿下求得允准。诸位兄弟的心意，深知明白，但我不能答应。少将军，你这是……诸位忠义赤诚，天地可鉴。但如今，万事以亲情为先，私情为后。死士易得，良将难寻。敌于魏军，还需诸军的戮力同心。我想，这也是我爹的心愿。只有保住了码头，才是真正守住了健康，守住了大宋。少将军啊，码头一战，我等定拼力搏杀，与码头同生共死啊！可是老将军不得不救啊！我是看着我爹被魏军抓走的，我的心不会不痛。我爹最终放下刀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保存兵力，以大局为重。如若因为他一人，影响了码头整个局势，我爹会愧疚一辈子。你忍心吗？你们忍心吗？你回来了，李将军他们走了。你一定也很想救你爹吧？作为儿女，怎么能面对这样的情形呢？但是作为沈将军，他也一定不想因为自己而耽误了整个战事，你说对不对？你振作一点好不好？只要打赢了这场仗啊，你爹就一定能回来。子敬，我一定会打赢这场仗，一定。好了，我没事，赶紧收拾收拾吧，明早还要赶路。子敬，你怎么把东西都放回来了？
你别让我走好不好？码头一战，在所难免，我却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即便是魏军破城，你在哪里，我就要在哪里。子期，战场之上，刀剑之下，只要你想着我每天都在等你，你就一定能平安回来的，对不对？答应我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我答应你。让我出去，让开！四哥，我说过让你先冷静，我不会置沈将军于不顾。现在贸然行动，反而中了魏军的奸计。李哥，我和你一样担心沈将军，但我们不能自乱了阵脚。你说的我都懂，我自有分寸，绝对不会影响你的计划。但是他是我爹，就算我拼了这条命，我也必须要救他。殿下，我们都知道，魏军是想用沈将军要挟绥远军，所以一定不会伤害他。但是你也要知道，战事是随机万变的。四哥，原谅我这次不能听你的劝。若此次我真的回不来，希望你能谅解。拦住李飞！绝不可放黎飞出城！李哥，爹就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。他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去救他。你这样贸然前去，就是白白送死，岂不是辜负了爹的一片苦心？你觉得这是爹愿意看到的吗？我知道，以现在码头的兵力，无法正面与魏军交战去救爹。但是，这就是彭城王所说的魏军诱敌之计。李哥，这是战场，他是咱们的爹，但他也是北境的镇北将军，这是军令。无论爹发生什么事情，那都是一个军人的使命。明白。李哥，那是你爹，也就是我爹，我不会不着急，也不会不想救他出来。但现在两军交战，以码头现在的兵力，稍有不慎，不仅救不出你爹，北境那些百姓也将受到魏军铁骑的践踏。我知道，是我太心急了，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不怪你，
这份亲情你得来不易。放心吧，四哥一定会救爹出来的。殿下，禀殿下，得精灵王密报，霍云亲率援军急赴码头，3日便可抵达。叫李将军和众副官议事。是。援军到了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你爹，我们的爹。我听话，我可以先不去救爹，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又要干嘛？我要议事，我要参战。你不许说不。校尉，彭城防御能力大幅提升。好，只是有什么话你快说呀，别吞吞吐吐的。校尉真的不打算去救沈将军吗？属下确实很担心。我是他的儿子，我能不担心吗？但是我们的职责是守护彭城，保护彭城百姓。军令如山，不得违抗。是。校尉，码头来信。彭城王令我们突袭魏军，烧起粮仓，立刻集结精兵，随我出城。是，太好了，我们这就去把他们的粮食烧得干干净净。天天都吃不饱，还打什么仗？是啊，3天吃1顿饭，这兵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？还有多少粮食？所剩无几，劫来的一点粮食也不足供应全军。将士们的口粮现如今只能3日一发了。从即日起，本将也是3日一发。将军，这场仗再拖下去，只会对我们愈加不利。必须找到突破口，速战速决。可能这个突破口就在沈廷章的身上。说，码头城到底还有多少兵力？死到临头了，还逞什么英雄？不说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说！住手！不得无礼！退下！天兴5年，渭河以北，将军3万骠骑破我军10万，战我元帅吐浑儿先帝功亏一篑，激愤而亡。太长8年，我欲为先帝报仇，起兵南下，又是将军，设下10面埋伏。我20万大军生还者不过数千，沈将军的威名可谓是声震北境。如今一见，果然是好胆色。将军忠肝义胆，却屡遭奸人陷害，我等敬重将军已久，实在是愤愤不平。我朝天子求贤若渴，将军不妨另投明主，为我大魏效力。不必多费口舌。我生是宋人，死是宋土，忠于大宋，绝不背弃。将军思量清楚再回答不迟。前方光明大道，何必自寻死路呢？老夫行将就木之年，死不足惜。抓我一个，不构成任何威胁。该好好思量的，应该是你才对。经上次一战，魏军兵力折损大半，如今粮草不足，还是赶紧退回黄河吧。沈将军果然老了，都这样了还不忘动我军心。来人，就让他这样在太阳底下暴晒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把他放下来。是。
校尉，是将军，我们去救将军。我们的目标是烧粮仓。我说撤！水来了，快！这边，快！来水！爹，快点！对不起，儿子不孝，但我知道我没做错。我是军人。你这次突袭魏军冲锋营，不如让沈之陪你去吧。我大哥的伤势并未痊愈，没事的。武功我不在他之下，而且偷袭这种事情我比较拿手。走了。哎，我还是不放心呢。我爹说，我们沈家世代良将，我进入北境便是军中一员，守护北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。你呀，若是男子，定是了不得。比起红袖添香，我更愿与你并肩作战。我这次让沈峰去找魏军的粮仓与你突袭，就是要让魏军知道，我们的援军已到，而他们粮草不足，无法应战，迫使他们以你爹为筹码前来议和。那议和之时，便可以救助我爹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四哥。
堵住谷口，全歼魏军。李妃不可贸然行事啊！葫芦口的地形我已经打探得很清楚，只要堵住谷口，便可以全歼魏军先锋营。可是，一会儿见机行事，保存兵力，千万不要影响殿下的计划。 将军，粮草本已不足，这又……将军，这刘义康定是兵力不足，不然干嘛不发动进攻，只是烧了粮仓？对，将军，我们索性带领全军直捣码头，再把那沈廷章绑于阵前，看他还怎么打。报！何事惊慌？宋军在葫芦口突袭我军先锋营。什么？伤亡多少？葫芦口大火弥漫，整个先锋部队都陷在了里面，估计都出不来了。 我这就杀了那沈廷章，以解我心头之恨，匹夫之勇。留着他，还有用。沈廷章，我本以为抓了宋军主帅，刘义康就会有所忌惮，没想到他烧我粮草，毁我先锋营。 彭城王顾全大局，怎会因为我一个人放弃驱逐外敌？但是，他迟迟不发起主动进攻，看来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非比寻常。彭城王骁勇善战，大举进攻是莽夫之举。此时蛰伏，是为了将你们魏军逐一击溃，让你们不敢再南下。现在你们这情况。 我劝你们，快点撤兵吧。好，我就看看你们那个彭城王有多骁勇善战。我用你的命和他交换，这样我便不费一兵一卒便可拿下彭城和码头。你大可一试。 殿下，黎妃呢？黎妃她……本王问你，黎妃呢？禀殿下，我们成功伏击魏军以后，黎妃率众部去谷口拦截，说要全歼魏军。殿下，殿下，让开！请殿下以大局为重。黎妃回来了，黎妃回来了。 李哥，李哥，四哥，我做到了。李哥，李哥。 傻丫头，殿下，黎妃如何了？无大碍，稍事休息即可。
殿下，这是万景胜派人送来的。来议和了。议和？请殿下三思。殿下，这正所谓兵者，诡道也。这万景胜曾经不知道吃过老将军多少亏，这人要素来狡诈，肯定不会真心议和的。这定是场鸿门宴，肯定是鸿门宴，你们说对吧？对啊。殿下可万万不能去啊！本王令沈峰烧毁魏军粮仓，黎飞突袭魏军先锋营，为的就是让万景胜议和，所以本王是定要去的。万景胜一直没有发动进攻，就是因为还不知道我们的兵力如何。经过我们多番的袭扰，此时他们已经确定我们援军已到，而他粮草被烧，此时又抓住了沈将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不得不议和，也自认为有议和的筹码。殿下逼迫万景胜议和，可是为了救我爹。殿下，不可以身犯险，我爹定不愿这样。是啊，殿下，虽说援军已开拔，可能否在议和之日前到达，一切都还未知。万一援军未到，真打起来，殿下实在太危险了。殿下，不如让末将代替殿下去议和吧。援军已过盱眙，若不出差错，和谈当日便可抵达。现在答应和谈，就是为了给援军争取时间，等援军一到，我们就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而且和谈之时，万景胜定会带沈将军来，届时我们找机会救出沈将军。可若是援军未能按时抵达，那殿下岂不是？本王已经决定，此事不必在意。这一局必须赌，而且必须要赌赢。传令，全军备战。领命。殿下，季大哥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小心！殿下，姐姐可是在北京，跟彭城王在一起。三宝都告诉我了，姐姐没死，真是太好了。你见过三宝？啊，那天他被人关在苦役处偏房，还是我救他出来的呢。小心，具体怎么回事？那天有2个人拖着被绑的三宝从偏房出来，然后我就把他们打晕了。那三宝人呢？三宝他急急忙忙去北京，然后就逃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殿下，三宝怎么会被抓呀？这可是彭城王府呀！小心！哦，去哪儿了？哎，来了！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殿下，再见，季大哥。哎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！啊，放心，殿下。殿下。钟书令，你看，这2朵牡丹开得多鲜艳呀！太妃悉心料理，自然是艳冠群芳呢。养了这么久，还是觉得一枝独秀比较合心意。百花儿群芳，艳冠自然是独秀。只是这枝独秀还尚需太妃的悉心调教啊。待到她独秀之时，她自会明白自己尚需依仗。还望钟书令看在我的面子上退一步，他日后自会明白，谁才是可依仗之人。下官明白。殿下，
查过了，之前收到的捷报确实是假的。陆远故意阻拦真实情报，一定有所图谋。咱们是时候给他施压了。兵曹侍郎，殿下，可有新的战报相奏啊？启禀殿下，又是捷报。自从彭城王亲征以来，北境捷报频频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彭城王便能凯旋而归了。这彭城王还真是骁勇善战呐！可喜可贺呀！可喜可贺。我看未必吧。北境捷报连连虽然是好事，但这就意味着战事已经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。殿下所言极是。彭城王身先士卒，我等也应为战事尽心尽力。现今各地清理户籍，整顿出近万兵户，现已转交兵曹登记在册，随时听候晋灵王的调遣。中书令啊，你真是让本王看不懂了。你先是说兵户几近绝户，然后又说难以统计。可现在左民曹已经被烧了，你反而又整顿出近万兵户。中书令，好本事啊！为北境战事，下官等自当不遗余力。此乃职责所在。好啊，那本王在此就谢过中书令了。彭城王此次亲征，乃我大宋军民表率，而陆中户冲锋陷阵，相伴左右，亦该嘉奖。中书令草诏，让陆中户保证彭城王安危，保彭城王安全回朝，不得有任何闪失，否则死罪。死罪？陆中户这回责任大了。中书令，此诏关系重大，要肃拟，并且加急送到陆中户手中，不得有误啊！是。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你不也是？这么晚了还没歇下？吃点东西吧。四哥，议和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李哥，这并非普通的谈判，你还是留在城里好吗？你是我的亲人，也是我的爱人，我怎么可以独自留在城里等你呢？我会担心的。若是你们有什么事儿，我怎可独留？我们要一起生，一起死。好，我们一同去，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会回码头，会回健康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。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期而遇，待天看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绿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。